来到文美脸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我是加州律师李磊，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呢，在美国继承遗产是否可以剥夺配偶的继承权的问题。通常这种情况呢，常见于说重组的家庭，也就是一方或者双方呢，他们都有来自于上一段婚姻的子女，那当然希望呢，他们各自的资产最后可以留给自己的小孩。还有这样的一些家庭呢，我们说一方配偶可能是担心说自己如果先走的话，那如果资产都留给另外一方另外一方可能会再婚，或者另外一方呢可能处理不好资产会被人骗，所以呢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担心，那就希望对资产做一些单独的处置。好，那到底呢我们说是否可以剥夺配偶的继承权呢？short answer 是可以的，但是呢这里面要注意呢几点有几个问题需要跟大家呢继续探讨。那首先第一呢是要注意呢我们可处置资产的范围，这里面说呢剥夺配偶的继承权，其实实质上来说就是我们并不希望这个财富传承呢按照法定继承来走。法定继承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那法律就会规定好说资产去归谁。当然在加州的话呢，夫妻的共有资产呢都会留给呢再生的配偶。那如果呢是您的个人资产如果您什么都没有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呢是根据是否有子女，或者呢您当时的父母是否还健在通常呢这些的人物会跟呢再生的配偶有一定的比例的分配。我们这里呢也强调一下说什么叫夫妻的共有资产、个人资产。那通常来说呢，共有的资产就是婚后累积的资产，而呢个人的资产呢是婚前累积的或者是在婚后之后呢我们说来自于赠与或者是一方的继承过来的。当然呢这里面的前提条件说呢是夫妻并没有签署婚前或者婚后的协议，因为这样的协议呢也会呢一定程度上去改变了资产的性质。好了，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说呢，当我们说剥夺这个配偶的继承权的时候，其实是说我们想处置，不通过这个法定继承的顺序，而是呢通过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处置资产。那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自己的资产，就是说先过世的配偶，那一定要处理他自己，也就是共有资产的一半50%和属于他自己的个人资产这样的一个部分，这是呢第一点要注意。第二点呢是说处理资产的方式，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呢？通常我们说这个信托的方式一定是比遗嘱要好得多不仅是因为呢信托呢它有规避这个 probate 也就是遗产认证程序的作用，那同时呢我们设立这样的一个为已婚人士设立一个单人的信托呢，把资产放进去，能够呢可以跟其他的对方配偶的资产还有其他共有的资产相隔离开，这样的话就非常清楚因为呢这个单独的信托呢有自己的受托人，有自己的受益人，所以呢当您就100年之后这个进行的财富传承分配呢会非常的顺利。不过要注意呢，在成立我们说已婚人士成立这种我们叫 individual trust 单人信托的话，在成立之前呢我们说有一个析产的过程，也就是确保说呢您放进去的资产需要是您的个人资产。所以如果您想把夫妇共有资产当中属于您的一半放进去呢，通常我们在成立信托之前需要经过一定的处理。好，这是呢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要注意的说是信托文件里面我通常都会建议说要加入比较强的 disinheritance 这样的一个条款，也就是剥夺继承人呢我们说继承的继承权这样的一个条款要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一般呢给客户准备的时候呢，通常这样的条款都占了至少半页纸，甚至是1页纸的长度，尽量呢就是把意思呢表达清楚，因为法律在这方面呢有一些我们说有一些严格的规定，那同时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文件当中去传达你比较强烈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意图就是说您不会把这部分资产呢去留给配偶这个我觉得这个条款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好，那最后一点呢是要提醒说，某一些特别的资产，比如说人寿保险信托或者退休金账户这类资产呢，那很多时候呢并没有是通过信托处理。那即便是通过信托处理，其实
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我们讲有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在加州，因为加州呢是共有财产制，所以呢，如果是您当初买了人寿保险，或者是建立这个退休金账户，虽然说是您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可能呢，其实你也用的是共有的资产去成立这些账户，所以呢。我们讲呢，这个您的配偶在里面呢是有一定的权利的。那如果你想彻底的去剥夺他在这些比较特殊资产里面的继承权，是需要走呢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要很多特别的我们讲程序要去经过这个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可以能够做到让他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没有利的。这个是我们讲的，一定要通过专业人士去跟呢信托律师还有其他的专业人士去合作才能够完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